Hello，我的小伙伴们，好久不见。今天我带着一个沉甸甸的消息来跟大家聊聊，真是让人既震惊又心痛。你知道吗？就在最近，一个重磅数据像一颗深水炸弹，在我们教育界甚至整个社会的水面上炸开了花。咱们国家的幼儿园在园儿童数量竟然比上一年生生减少了足足500万。我的天，500万啊！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这背后是无数空荡荡的滑梯，是寂静下来的教室，是曾经充满童真笑语的校园，仿佛一夜之间被抽走了灵魂，留下了一片怅然若失的空旷。我拿到教育部最新发布的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时，手都在抖。公报里冷冰冰的数字，却像一把把尖刀，划开了我心头最柔软的地方。2024年全国幼儿园少了2万多所，在园幼儿从4092.98万直接锐减到3583.99万，500多万孩子的身影就这么凭空消失在了幼儿园里。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那些曾被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充满的操场，彩色的积木，小小的课桌椅，如今他们是不是正静静地蒙上灰尘，等待着，却又不知能等到谁。这种画面感太强烈了，简直让人不忍直视。这不仅仅是幼儿园的事情啊，朋友们，这就像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上游的水量减少了，下游的每一片湖泊，每一条支流都将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北京师范大学乔锦忠老师的团队预测，到2035年，全国小学和初中的需求量会大幅下降，特别是小学，预计会减少5.14万所。想想看，我们小时候上学，学校就建在家门口，密密麻麻地分布在社区的每个角落，那是我们童年最熟悉的乐园。未来那些曾经承载着我们梦想的小学，会不会也面临着关闭合并的命运？这种冲击波将会从幼儿园一路轰隆隆地传导到小学，再到初中、高中，甚至最后冲击到大学的围墙，那将是整个教育版图的一场巨变。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面对孩子们的撤退，幼儿园们也在努力寻找新的出路，他们不得不，甚至可以说是被推着去探索一种全新的生存模式。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又带着一丝无奈的现象，很多幼儿园开始转型，有的探索托幼一体，有的甚至直接变成了养老院。浙江金华有一家经营了25年的老牌幼儿园，想想看，25年啊，多少代孩子在那里留下了成长的足迹，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扇窗，都见证了他们的稚嫩与活力。可是到了2022年，报名人数骤降，2023年它就毅然决然地改造成了社区养老院，这让人不得不感叹，生命的轮回镜以如此具象的方式展现在我们眼前。曾经是孩子们奔跑跳跃的乐园，现在成了老人们安享晚年的港湾。当童稚的歌声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老人们低语的絮叨，那种时代的交错感真是让人五味杂陈。这背后是中国社会老龄化浪潮的汹涌而至。数据显示，2024年底，咱们国家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突破了3亿大关，占总人口的22%。庞大的银发群体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就像一座沉睡多年的火山，如今正喷薄而出。而那些地理位置优越、设施齐全的闲置幼儿园，就像是上天送来的礼物，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了社区养老的新赛道。深圳、太原、济南等地都在积极实践这种幼转老或者老幼共托的模式。这不光解决了养老问题，也让闲置资源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听起来是不是很妙？但深层思考一下，这究竟是完美的解决方案，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无奈之举？我们是在解决一个问题，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人口结构的失衡，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本上应对呢？江苏媒体也报道了，连云港海州区甚至有更多幼儿园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参与老幼共托试点。这种老幼共托的模式
真的非常值得我们深思。试想一下，当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笑声和老人们慈祥温暖的目光交织在一起，那会是怎样一幅美好的画面。它不仅能为孩子们提供更多来自长辈的关爱，也能让老人们感受到生命力的蓬勃，从而减少孤独感。这难道不是一种跨越年龄的生命连接，一种爱的双向奔赴吗？这或许是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一种柔性策略，让老有所养和幼有所育在同一个屋檐下和谐共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贾亮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前瞻性的建议，希望国家层面能出台文件，推动社区整合闲置资源，把幼儿园这样的优质场地转型为养老服务机构，实现就近养老。这不仅是资源的优化配置，更是对社会需求的精准回应。当然，在另一方面，各地也在加快教育资源的优化调整。比如湖南省教育厅就明确提出，要有序组织幼儿园设并转撤，在城镇新建公办幼儿园，农村原则上不再新增。这是一种战略性的收缩，也是一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现。毕竟资源是有限的，必须把它用在刀刃上，确保教育的普惠性和高质量。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老师的观点更是给了我们当头一棒。他撰文指出，我们应该有前瞻性的顶层设计，科学布局学校发展。他甚至建议大幅提高校建设标准，提高师生比，这样即使出生人口减少，学校也不会面临关停的风险。这真的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呐！与其被动地应对人口减少带来的学校闲置，不如主动提高教育质量，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想象一下，更小的班级规模，更多的老师投入，更个性化的教学，那不正是我们一直所追求的理想教育吗？这500万的数字，与其说是危机，不如说是一个倒逼我们进行教育改革和提升的巨大契机。所以朋友们，这不仅仅是关于幼儿园的故事，它更是关于我们国家未来人口结构、教育发展和社会养老模式的一部宏大叙事。当我们看着那些曾经充满孩子身影的幼儿园逐渐被银发老人占据，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岁月的变迁，更是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的印记。这提醒我们，未来已来，而且它来得如此迅猛。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作为家长、老师，还是社会的一份子，都应该积极思考，如何在这场深刻的社会转型中找到我们的位置，贡献我们的力量。这数字，这变化，不是终点，而是我们开启新思考、新探索的起点。你们觉得呢？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们的看法吧。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